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精彩蛋等超多精彩内容。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旧石器时代，人类诞生了最初的婚姻形态，婚姻成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制度之一。然而如今，这个话题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讨论。结婚有什么好处？你能说得出来吗？比较难说。婚姻制度诞生就是为了满足利益目的。人在单身的快乐里边为什么而放弃？婚姻历来是一种实现利益互化实力最大化，实力。如果有一天，婚姻在世界上消失了，你会 What would you think? Que penseriez-vous? 어떻게 생각하세요? SpeakあなたはどうSi vous voulez. Faites-le. How old? Softly I go. 我个人认为婚姻制度应该永存。No, no, absolutely no. 哦，我们已经有宝宝了。Ben, c'est sérieux, donc on a beaucoup réfléchi. Ouais. Voilà, mais après, si on saute jamais dans l'eau, on sait pas nager. 我觉得人类文明可能会原地黑化。婚姻制度是彼此文明道德的一种约束吧。我觉得如果没有制度的话，秩序会混乱。I hope that it will not happen because then we're gonna lose something. We're gonna lose a beautiful bond between people. No. 我会觉得很遗憾吧，因为我觉得结婚的话会有一个结婚证嘛，然后结婚证其实就是我对他的一个告白信。我们听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回答。我们到底为什么需要婚姻？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他如果都愿意跟你携手一起走进这个坟墓，那要多大的勇气？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即将奔赴6国10城，4对为爱而来的夫妻。18天寻找婚姻奥秘的游学之旅。我们向世界发出关于婚姻的疑问。Is it, like, in China, is it pretty customary for everyone to sort of get married, or is it more, like in Australia, it's becoming more common for, you know, partners to just be together and not get married? China, when you get married, it's a must. I'm curious about the culture, how they get married, like we do in the church, like that. ¿A qué edad consideran que es la edad idónea para casarse? 中国为什么会有大龄剩女
这个词会谈多久才可以见双方的父母呢？ I would ask if they're more strict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 marriage, maybe having children before marriage. Is it allowed? Is it different? Is there any arranged marriage kind of thing? 我想问他们离婚有冷静期吗？为什么？我就想问你们，好奇对。我比较好奇，就是外国真的是这对小孩，就是18岁之后就不太在乎了吗？我们带着疑问出发，从幸福小家走向世界大家，最终找到为什么这个时代需要婚姻的解答。妻子的浪漫旅行2025，拥抱差异才是爱的意义。Bringing back sweet memories. Yeah, wonderful. Do you remember 要靠的会不会不好看啊？ how sweet it used to be? 好正式 ，OK。没那么正。等一下，动我一下。妻子的浪漫旅行，第一次剪彩。剪彩，剪彩是另外一个事。你来吧。妻子浪漫旅行，第一次剪彩。请你们用自己家乡的语言互相介绍一下对方。OK， 这是我的老公李承铉。This is my wife， 戚薇。恋爱到现在12年，结婚10年。我太太卢靖姗，职业演员，嘎嘎好，嘎嘎美，嘎嘎善良，贼拉的温柔，贼拉的温柔啊！我個老公名叫韓根，有才華、靚仔、搞笑、心地好。身材好还是身体好？啊，心地好。身体好都不對，心地好就是心善良。哦。我哋結咗婚5年，喺埋一齊7年。这是我的老婆阿诺，她来自比利时，她的法语名叫马弄，她以前是个模特。然后现在的话是个全职妈妈。C'est mon mari Donny qui vient de Chine。要说更多的吗？可以，你想说的都可以说，对的。Qui est très， 我法语都不知道怎么说。我会用法语，但是我现在绝大部分是用中文的了。他原来是一个极限运动员，国家队的，然后现在idol可以说吗？No， 觉得我可不是 idol。我是你的 idol， 但是我不是所有人。我们恋爱是从2016年到2025年，9年的恋爱时间，婚龄是5年。大家好，我是胡静，我的职业是演员。这辈子的女生也是我的心。多说2句好听的话，他心里就欢喜了。我已经把我的心放到你的手里了。我出生在云南楚雄，30岁嫁到了马来西亚，在右边的就是我马来西亚的老公。大家好，我姓胡，叫静老公。哎，这位就是我的胡老公。胡太太啊！OK， 重来。就我变成老公，妻子的浪漫旅行。
大家好，我是朱兆祥，今年59岁，我是马来西亚人，从事殡葬业务。我们结婚第17年了。姐姐，你一开始知道他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点震惊？我有一点惊讶，但是我并没有因为他从事这个行业就考虑不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在一块之后，我有听到一些以前蛮好的朋友跟其他的朋友说他找来找去怎么找了一个做死人生意的。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来讲是特别大的一个刺激。我觉得生命不应该被这样的不尊重。你会觉得大家对你们这一对跨国夫妻有什么好奇？我觉得他们可能很好奇，我那么远嫁来马来西亚，到底是过来洗衣做饭、擦地板、跪着给老公洗脚，可能我老公还有4个老婆，还是来在这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的豪门生活。我觉得可能是大家有可能感兴趣的地方。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让大家其实知道，我没有洗衣服擦地板，我老公没有4个老婆，他只有我一个，老公也要听我的，我还是原来的那一个我。我是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可以把马来西亚介绍过去，也让大家更认识嫁到马来西亚不是那么坏的一件事。以前在采访中，七哥有说过绝对不会嫁给外国人，是吗？戴军哥就问我一道题，然后你会不会接受异国恋情？我说绝对不，非常坚决的说，我绝对不。那因为我脑子里的外国人是，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就是我看他，我不觉得他是外国人。包括我妈也很多时候在跟他沟通，也会忘记他是外国人这个事情。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人对，一切就会顺其自然的对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几年对于我们的相处模式也是被很多人喜欢，也是被讨论。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了解这段关系和了解2个人的一个方式。我觉得这是蛮好玩的，好不容易有一个这样2个人的一个旅行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好好的创造美好的回忆。请你用上海话来形容你的伴侣。上海话老拎得清啊，听得懂吗？拎得清我听不懂。比较懂事嘛，就比较会察言观色。越来越懂事，还要学习，越来越懂事的。你们2个是怎么认识的？在路上认识的。就是在路上认识的。我在买奶茶，对，我看到一个帅哥，然后我们四目相对，就明显的是那种有这种这种感觉，就要有来电那种感觉嘛。对。对啊，然后就鼓起勇气嘛。然后不知不觉，爱。是什么时刻让你们决定走入婚姻的？这个，因为有了孩子呀。然后现在我们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我能问一下，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没有选择公开吗？我们也就是正常生活，就也没有说刻意的要去把这件事情告诉大家，因为身边的好朋友都知道，也被人有遇过，也被人拍到过，但是人家也没有说好事发到网上去。你是不是为了保护我？我也是尊重他的一个建议的，对的，因为这个是感情是2个人的一个事情，他也不想过度的在舆论当中吧，就被过度的去关注。
你们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妻子的浪漫旅行？我觉得，起码我对阿诺，我的感情什么，虽然我做不到位，但我很多东西我愿意去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也想证明给大家看。我从来没有跟东尼去过市中心了，上海市中心。我想要就是去喝一杯咖啡在外面哦。我想要跟老公一起去绿游可以。但我也知道，他心里面遗憾也是说想有一天能光明正大站在我身边，对吧？我觉得要给阿诺一个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可能吧。虽然等了久了一点，那现在不是到了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嘛。你们当初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第一次见面是在成都，在成都的五国金站电影节，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碰见他。我们就是坐在观众席里面，然后他从我前面，我说对不起，那个经过了一下，我过一下。哇，好漂亮！那珊姐当时对东哥有什么样的印象吗？我没看见，他没印象。我还问我那个谢楠和那个金哥，我说哇，这个是你们的女一号？他说对啊，就是加个微信或者怎么样，我们突然就认识。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喜欢我，就是我们就是朋友相处，但是呢，这个朋友挺搞笑的，每天都会说早上好，晚上好，然后那个吃饭了吗？要不要给你点外卖？我就觉得啊，我会点外卖啊，或是坐飞机他会说一路平安，我心想飞机又不是我开的，为啥跟我说一路平安呢？就是那时候我没太 get 到他喜欢我，现在我就知道哦，这是他关心我的方式。因为就这一季有很多的夫妻，中外一起结合的一个家庭。我们作为中国夫妻，希望通过这段旅行观察不同国家的夫妻关系，学习不一样的相处方式。Bonjour。Hello， 早上好。哎，妻子呢？妻子不要躲呀。Hello， 早上好，早上好。鸟飞机。哦，来了。哎呦，还有英文呢！哎呦，欢迎你们加入妻子的浪漫旅行。浪漫旅行即将启程。blah blah blah 公里是你们出生地香港和牡丹江相隔的距离。3583公里，4000公里，云南和马来西亚，9074公里，图尔奈，上海，成都到 Abilene 是12565公里。原来我们出生的距离这么远啊！本次浪漫旅行第一阶段，让我们回溯这段距离，来一场3天2夜的家庭之约，在他最熟悉的地方，率先开启夫妻2人之间的情感游学之旅。你最熟悉的地方在哪儿？我妈的家。正好现在是中午嘛。是啊。我们去他那吃饭呗。是啊，加上妈妈一起去。OK。3天啊，有个大概的一个行程规划吧。见我的。你的家人其实我都见过了嘛，我们就再相聚一下。你的见了1次了。对。所以就是还是。爸爸妈妈见了2次。2、3次，也没有这么多了。我还没有给你看我的，就是见我的朋友，我的闺蜜，其实比我的家人还要求还要高。是吗？他们说我不好怎么办？那完蛋了。那就完蛋了，那就不可能，我觉得不可能会说不好的。去美国看卷哥的家人，带上7一起。这中间跟上一次相隔了多久啊？我是5年，你是10年。你没到10年，9年之后的第一次。我倒是有一点紧张，我又要当翻译，希望这次 Lucky 可以稍微帮对啊，帮很多忙。我们可以先回牡丹江，带你看我长大的地方。因为每次来都是很匆忙，没有真正的是带他去好好在我家乡附近啊，或者在哪儿去玩一玩。想去带他去玩一玩、看一看，真正去了解一下这家乡的一些生活习惯呐，一些好玩的地方。出发，出发。
新年快乐！卢靖山同志来到牡丹江，你就决定嫁给韩荣了吗？因为妈妈特别的开朗，我把你当成闺蜜了，我把你当成我们。他们俩说的对我说。马敏这个人太坏了，老说我的谎话。你这蜘蛛吧，应该说的说，不应该说的不说。你是有中国绿卡的，离婚的话，你要把中国绿卡退出来。提着提离婚干什么？这个家庭就是二婚的家庭。我妈不让我找离异的。I'm still alone and